台湾的电影2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Popa Taiwanese Mandarin。我们每个礼拜2和礼拜4会推出新的 podcast， 这是终极系列。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喜欢的台湾电影，听完之后，你们有没有去 Netflix 看电影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最喜欢哪一部。在第一集我介绍了3部我个人非常喜欢也很受欢迎的台湾作品，但其实台湾有太多好看的电影和影集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聊我喜欢的台湾电影 Part 2。上一集我分享的作品比较轻松有趣，这一集我想带你看看4部风格完全不同也非常有特色的台湾作品。第一，咒 Incantation， 台湾最有名的恐怖片之一。我们先从比较刺激的开始。咒是近几年非常受欢迎的台湾恐怖片，在 Netflix 上也非常红。这部电影上映时，不只是台湾，很多国家的观众都在讨论。老实说，我平常不太喜欢看恐怖片，但这部真的有趣又可怕。如果你很容易害怕，建议找朋友一起看。故事用一位妈妈的视角来讲述，她年轻时和朋友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宗教仪式，但他们破坏了规矩，因此受到诅咒。多年后，诅咒又回到她身上，甚至影响到她的女儿。他必须想办法保护孩子，并面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。这部电影特别的地方是，它的故事灵感来自台湾南部高雄的一个真实事件，虽然内容有改编，但仍然让人毛骨悚然。如果你喜欢恐怖片，咒一定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。第二，想见你，穿越悬疑爱情的经典台剧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影集想见你。上一集我介绍了童话故事下集，这2部影集的女主角是同一位演员，非常厉害。想见你是好多台湾人心目中的神作，故事结合爱情、穿越、悬疑，风格独特又很好看。主角黄玉轩非常想念已经去世的男朋友，有一天他突然穿越到过去，并进入另一个女生的身体。在过去，他遇到一位男生，长得跟她现实中的男朋友一模一样。接下来她要解开一连串的谜题，为什么会穿越？未来和过去的关系是什么？能不能改变命运？他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吗？我不能多说，因为真的很容易剧透。如果你喜欢悬疑加爱情加穿越，一定要去 Netflix 看。我建议这部的原因是故事精彩，节奏紧凑，音乐超好听，而且对话自然，非常适合学中文。311，深刻温柔的家庭故事。第3部是全世界影迷都非常喜欢的台湾电影《111》。
导演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电影大师杨德昌，一一讲述一个台湾家庭的故事。家庭里有3代人，每个人都在面临自己的困难。父亲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疲于奔命，母亲肩负照顾整个家的压力。小孩面对成绩、友情与成长的烦恼，外婆生病，影响家里的氛围。整部电影的风格平静温柔，但内容却非常深刻。你会看到台湾家庭最真实的样子，也很容易想到自己的人生。我推荐这部是因为它真实细腻，充满温度。虽然节奏比较慢，但每个细节都拍得很美，而且你可以学到很多日常生活的用语，对了解台湾家庭文化非常有帮助。这是一部适合慢慢看、慢慢想的电影。第4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，了解台湾历史的重要作品。最后一部是台湾历史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，导演同样是杨德昌。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的台北，主角是一位普通的高中男生，在家庭、学校与朋友之间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。那个年代的台湾正快速变化，青少年容易因为家庭与社会的压力走上不同的道路。这部电影的结局是悲剧性的，但也让观众思考很多人生与成长的议题。我推荐这部电影是因为你能看到过去的台北长什么样子，也能更了解台湾的历史与社会背景。虽然片长很长，但内容非常有力量，演员自然，画面细腻，情感深刻。透过这4部作品，你会看到台湾电影非常多元的风格，恐怖、穿越、家庭、历史，每一部都有自己的魅力。如果你是外国学生或在台湾工作的朋友，这些电影真的能帮助你更了解台湾文化，也能让你听到很多自然的中文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刚刚听到的重要词语吧。刺激 exciting, thrilling, 让人感到强烈或很兴奋。这部恐怖片真的很刺激。坐云霄飞车对我来说太刺激了。视角 point of view, perspective, 看事情的角度。电影从孩子的视角讲故事，换个视角，你会有不同感受。宗教仪式 religious ritual, 宗教中的正式活动或仪式。电影里有古老的宗教仪式，他第一次参加这个宗教仪式。诅咒 curse, 用咒语让人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传说这个村子受到诅咒，主角要找方法解除诅咒。穿越 time travel,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，他意外穿越到古代。这部剧是穿越题材，非常热门。悬疑 suspense, mystery, 让人紧张猜不透的剧情。这部电影非常悬疑。
我喜欢看悬疑小说，节奏、pace, rhythm, 故事或音乐的快慢。这部电影节奏很快，一直很精彩。我喜欢节奏慢一点的剧。导演、 director, 负责电影或戏剧制作的人。这位导演的作品很有风格，新导演带来不一样的视角。面临、 face, a situation, 遇到需要面对某件事情，主角面临很大的压力。我们常常面临不同的挑战。青少年、 teenager, youth, 10多岁的年轻人。这部电影很受青少年喜欢。青少年有很多烦恼，也很多梦想。多元、 diverse, 有不同类型、风格或文化。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。这部电影呈现多元的角色背景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